我们对于宇宙来说是非常渺小的，就好像你是宇宙里面的一颗小尘埃。外面在那边放鞭炮了，明明很热闹，但是却很孤独，就好像是用泪水做成的一颗糖。我是用一生再把童年的伤口给它慢慢越扯越大。宇宙可能随手扔一个痛苦出来，然后又随机派发拯救。活着很累，绝望、残酷的、窒息、无助、抑郁，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什么用。这些情绪都是装的，我显得格格不入，就好像自己是别人的累赘，找不到任何努力的理由，准备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反正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，我们不如就在这上面继续跳舞。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的死火山，有的时候会去那种没有人的很荒凉的后山逛，这里面很多东西也是从那里找的。还有就是去植物园，会有一些我们本地其实不怎么种的植物。种子的名单在这里。这个是在云南旅游的时候捡的，然后叫海芒果，它有剧毒。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桕树，应该说的就是这个乌桕。每个种子里面都包含着一个植物的潜力，一棵大树或者一棵小草的潜力，也很有意思。我从小到大没怎么恨过别人，可能我最恨的人就是我自己。我们身上没有哪一点是我觉得很喜欢、很满意、很觉得自己做的足够好的。可能觉得自己在好转的时候，但是过一段时间，又会重新情绪变得很低落，回到很不好的状态里面。有时候喝酒以后，这种情绪会被放大，会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。开几天了？好像有4、5天了吧？对，有4天了。对呀。开完就拿赶紧给你喝完。好。我小学毕业以后回到老家来上初中，在当地上那个公立的学校，他要户口。我妈给我去报名的时候，才发现我没有户口。我就问我爸了为什么，他说，想把户口留给他未来的儿子，一家只能生一个嘛，只能上一个户口，不然就要被罚钱，所以他就不肯给我上。然后我爸不但会打人，而且会骂人，而且还冷暴力。小时候英语考了80多，他1个月没有跟我说话。我记得那1个月以后，好像考试又考得很好。他跟别人说：“你看有用吧？我1个月都没有跟他说话，你看他这次考好了吧？”
我从小到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的印象都是很可怕、很严肃，就在那里面无表情的看着我。因为我印象中她没有对我笑过，我也不敢对我好像也没有对她笑过。少打我一点就可以了。我小时候吃饭的时候，把那个菜不小心夹到桌子上了，然后他当时就扇我一巴掌。哎，我觉得好好笑。他不是有残疾吗？然后他做事情就只能靠一只手，所以那只手就特别的有力。就是扇了一巴掌，当时掉了一颗门牙，然后含着泪吃完饭又掉了一颗门牙。在常州，他和我妈在那个学校里面当老师，然后我在那里面上学。周日吧，应该是他把我关在教室里面写作业，大概他出门1分钟的样子，去拿个东西，回来的时候看我没有在认真写作业，然后当时在窗外面就瞪了眼睛要冲进来打我，我当时吓得把那个门给反锁了，然后把窗户也反锁上了，然后他就更生气了，回去拿了一把铁的戒尺，还有那个金属的管子，还有那个铁的戒尺把窗户别开了，然后爬进来就直接气我身上，按在地上打，就用那个戒尺和水管。因为那个门和窗户它还是从里面又别死了，所以外面的人也进不来。还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挨打了以后缓了很长时间。我跟我爸说我要上厕所，然后我爸说，平时给你1分钟上厕所，今天刚挨打了走不快，给你5分钟上厕所。是不是我说这些的时候不应该笑？我是不是应该表情很严肃？那一次打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的。校长在外面叫，我也在外面叫，一起好长时间。那也没法洗澡，也没法那个。到学校我背着去的。那一次也被烫坏了，背来回背，他倒无所谓的。不是，我咋不记得我被打得稀里乱糟？那你怎么不记得呢？你忘了呀？他是父亲，他对不对讲不清楚，对哪能讲清楚啊？就是不对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听他的。他终归是他吧，他不能影响，我相信他不会影响你一生的。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。中国国产大飞机也在走出，我们需要仔细聆听。不过了解他的人与他相处的都很融洽，因为爸爸看的是什么？是他自己写的那种养生的笔记，什么这个配方那个配方，什么多少克金银花配多少克啥啥啥。你爸爸很喜欢养生。对，他想活得长长久久。没有学过画画，我随便找个地方就乱画东西。哦，这也是做心理咨询的时候画的，忘了是哪一本了。啊，这德语笔记。哦，这画的其实是我门口，我窗户对面那个房子。然后画的这个楼底下是海。他们是在跳水啊，不是在做自尽，他们在跳水，很开心。那天那个楼上面正好挂了一个明黄色的裙子，很好看，有太阳照着。那现在为你买单。说有会员吗？啊？有会员吗？没。
我没看清。对，是零添加蔗糖，没有蔗糖的哈。哦，都是啊。一共9块6，对，9块6。多少钱？9块6，9块6。然后现在我给你买单，会员有吗？哦，没有。要办一个吗？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下面要去哪？我们下面去湿地公园坐到了。慢点。你现在还好吧？嗯，好到了。现在吃的药了。嗯。经过休息。嗯。现在跟他上班了，跟上次讲跟他零食店来了。嗯，还在呢。还在呢。嗯。你只要干你喜欢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动脑子。哎，谁现在想动脑子还？对，红车的说反正就是非常好，性格、兴趣都挺相同的。来夸一下。嗯，超喜欢看书，超喜欢看书他。学霸吗？学霸，哦，真的是我们那年级第一。我暗恋高瑞的，就是男生多吗？不少，真不少。对，有谁啊？我咋不知道？我给你说几个哈。我就知道一个，还有谁？不是雷平，但是雷平是真的喜欢你，喜欢到极点，你可知道？喜欢到自卑的那种情况，就是不敢靠近他。现在人确实挺多的。小呀，有的。你戴眼镜了。头发依然是两大，笑死了。哇，你这一站，我那一站就是个老屎，你看那个样子，就像这。16年，大弟16年。你之前跟我表白过哎，你忘了？那也不，那不能叫表白，那是暗示。其实我知道有点喜欢你了。对呀，你那时候老要求，那是我呢前途渺茫，不知道以后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。我忘了是高几了，但是那一次我心情非常不好。放学的时候，那时候下雨，应该是春雨，雨比较细。你上了他的车，而且我知道他是你老师。下着雨，直接跑，往西跑，然后再跑回去，像一个傻逼一样。回到家，浑身回到家都是冒烟啊，然后脸肿，第二天感冒了，发烧了。因为那是你老师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别的事，但是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，到现在不有。这个画就是之前拿给我的老师看，然后被他记住我的那种。我很喜欢这种野花嘛，高一的时候摘到这种花很开心给他看，然后他说，就是从我把这个花拿给他看的时候，他开始注意到我，记住我，开始喜欢上我，他这么说的。如果还和初中一样的学习状态、精神状态，保持那个时候的成绩，应该会考上比自己
读的大学更要好的学府吧。当时想上北大，想上北大文学系。当时我是高一，15岁，他是高一年级的老师，大概41、2岁的样子。就是高一上学期，跟老师慢慢熟悉起来，他会带我出去到田野里面游玩。我从小我爸妈没有带我出来玩过，我也不知道跟一个大人在一起可以这么开心。高一下学期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他亲了我，然后后来有一天，他说他搬了新家，想不想去看一下？我就跟他一起去他家里面了。大概到5、6年前，我看一个电影叫《信笺故事》，那个女主她想不起来自己第一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听她这么说，我才意识到，哦，原来我也想不起来。反正这个关系一直持续了挺久的，从高一下学期一直到大2上学期。到高3的时候，我的状态就比较差了。白天上课是听不进去，因为我坐在那里，脑子里面就都是那种发生性关系的那个画面。当时比较崩溃，我就想在教室里面，我就想尖叫。我为了不让自己崩溃，我会大概咬手指，就这样咬这里，或者是拿一把小刀，扎一下自己，这种。晚上睡觉的话就会做噩梦，就醒了以后再接着做下一个噩梦。要么就是很诡异的发生关系的场景，要么就是被我妈发现，被我妈追杀。我梦到这栋楼，那个楼道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我有时候在他办公室里面，然后他要出去上课或者要开会，那个门关上之前，我会头探出去看他的背影在那个楼道里面走远。除了被我忘掉的那1个月，就这段经历的记忆每天都在我脑子里面。我很喜欢《伴我同行》里面那个男配。长着金发的小男生，笑起来很温暖。然后我想象中的小鱼子就是长那个样子。我们会一起，像好像长得跟真的一样。我们课后会散步、聊天，去河边上，然后爬树、烧烤。他和别人在一起会比较内向一点，我也是和别人在一起可能会比较内向，但是我们俩在一起，2个人都很开朗，就是无话不谈。哎，这上面开花了，花好小。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美的，但是我不是。哎，有鱼槽了，就是他们都比我好，所以我喜欢他们。这个花也好玩，好小，还是绿的。所以热爱生活和我讨厌自己不冲突。你觉得你的情绪不好有多长时间？大概17、18的时候样子。17岁左右。对。为什么当时觉得自己有情绪不好？
我小时候是家庭暴力比较严重，我上高中15岁的时候是跟学校的老师发生关系，然后持续了就是跟他保持这种关系持续了大概3年的时间。你是指这个性关系吗？当时你是跟谁住在一起的？跟父母。但是你没回去，他们都没有发现。你也没跟他们讲。因为你那么小嘛，就是那个求助会那么困难，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吧。后来这个状态怎么怎么转归的？上了大学以后和这个老师断了关系。是你提出来的？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没有意识到，我们俩发生关系的时候我是一个未成年人。上大学以后，突然意识到了，然后就开始想不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。如果他是要真正的是要照顾你，或者真正的是给你那个支持或者关心的话，应该意识得到你是一个未成年人，对吧？你现在的情绪呢？前一段时间情绪不是很好，然后我爸他有时候会说一些很刻薄的话。我人比较毛躁，然后写字是那种很草的，就不是难看是草。我爸就会说：“你为什么一事无成？因为你字写的不好看。”或者是因为我养猫，他就说我养畜生，我也是畜生，这种话。状态变得特别差，有2次吃了很多安眠药的那个经历，吃了30片。第一次是吃了30片，第2次是喝酒吃了30片安眠药，然后加了几颗消炎药。因为我觉得吃30片安眠药然后不太够，所以喝酒吃了消炎药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可能不管你有意识还没意识，可能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我的身体得保护，我的命得留住。这就是说，抑郁情绪它如果跟我们的经历和创伤有关的话，我们的药物就是临时处理一下，不要冲破那个闸门。但是真正的这里面的创伤的处理、面对，甚至于回到创伤再去面对，或者我们是要邀请可能专业的人跟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场景，我可能才那个支持才会有。那这个就是心理治疗可能需要做的。那么长那么强的创伤，你当时用你自己的方式，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，还存活下来，还保持一定的功能。那我们希望后面你能够把这个创伤去处理好的话，你的功能可以发挥得更好。前面经历那么多苦也不能白苦，我们也得好起来，有机会过好的生活，好吧？好。就是我内心感觉到很绝望的时候，我会感受到自己的胸口有黑色的山谷，山谷中间是一潭黑色的水，它是完全没有空气，很沉。就是随着我绝望的情绪越来越大，那潭水也会越来越往上漫，漫到我头顶的时候就会让我窒息。好混乱。我这个鸟被扎死了，然后变成了烟花。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这么黑暗？画了一个人被肢解了，他的腿还在火上被烤，这么黑暗的吗？我看看是什么时候，根本不记得有这种事情。
2019年6月份。我就觉得自己脑子里面有一股怒气，有很强烈的那种恨意。我就会想象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没有脸，没有身份，会用各种东西来打他。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就一直在想象他，但是我一直想不出来合适的身份。后来我把自己的脸套到这个人脸上，合适了，比其他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合适。我见到初中的2个同学，就是他们那种身上那种美好，给了我面对过去的勇气。可能让我去面对这个人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所以我决定去和他见面。扎死我了，妈呀！回头剃个秃的，剃个秃头，很方便。我也有点想看一下，我见到他会给我什么样的感觉。就是我有没有把这件事情稍微的放下一点，那我能不能承受住见到他这件事情？我想试探一下自己。喂。你在哪？我在附近一个酒店里面。方便我请你吃饭？不吃饭了。学校门口有一个小便利店。就在那喝点东西呗。好，那我等你吧。好，那应该在学校门口见。好。好，拜拜。Sorry。我上高3的时候状态都非常差，我那天就有点承受不了了，从他车里下来以后就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，坐在小区门口蹲着哭，然后他从后视镜里面看到了，他就很激动，又把车开回来，然后让我上车。他就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从我的车上面下来，然后在路边蹲着哭，这样别的邻居会看到，他们会传话说你从一个老师的车上面下来，然后在这哭，一定是老师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想把我钉在一个耻辱柱上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耻辱柱，反正他是这么说的。因为我对老师的感情很复杂，我自己也很纠结，我是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，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谈了一段很糟糕恋爱的有点倒霉的人。对，本来想去便利店的，那边太吵了，我到北门这边了，我不去别的地方了，就在这坐一会就可以了。好。他说一会儿开车过来。一会儿开车过来了，跑远一点。认出来了，我看你怎么还不下来？下午2点多的。需要我给你送到高铁站或者送到合肥？不用了。
想问一下你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忍心？你是审判你？我不想，对我是想审判你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想了没答案。你只想了这10分钟，你觉得没有答案，那我想了10年没有答案是什么感觉？什么答案都不是对的答案。那你还想判我没事，就是我的答案。看我信你。不用。走。我送你到公交站。不用。解离了，非常好。轻度解离，没有任何感觉。现在跟你说话，没有任何感觉，非常的开心。我见到他以后，他对我说的那些话，让我感觉他确实是一个懦弱的人。我问那几个问题，他都没有答案给我。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已经知道答案了。他对我的就所谓爱情啊什么的，都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满足的爱情。拜拜，没事，好人，好人。是一亿，那就在这吃吧。啊，摸，来，按倒。不要叫啊！你叫了我害怕。不要叫，你叫我也害怕的。没事，不要叫，不要叫。没事，不要叫。拜拜。不吃啊？这么害怕？放这里好不好？没事。不要抢！你那狗它就放着不要了吗？不要了，就是不要一起给那里面一个收东西的管。你要想要的话，你打电话给他说一声，就可以连打去，给他说一声就行。就上一次到现在，其实有1个月左右，对。你自己觉得情况呢？情绪控制挺好的，但是我脑子里面会有那种比较血腥的画面。就一般在什么样的状态？就是，我做咨询的时候有时候会画，放个美剧，然后我一边听美剧一边会画。就是无意识化的是吗？因为看上去你也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嘛。实际上，蔡医生也不是画画方面专业的，只是我们病房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治疗，能更容易的去看一些你可能是无意识的一些想法呀、情绪呀。这个显然就是一个自伤的这样一个情况，把手切断，这是你的手吗？画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是谁的手。滴下来这个什么东西？他的眼睛掉出来。眼睛掉出来，耳朵。这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困住和被攻击的东西。攻击有时候就是无力的时候会有攻击，生气的时候会有攻击。他有时候攻击对方，有时候攻击自己。第二个呢，尤其像这种在中学时候的这种创伤和侵犯，有些时候来自于熟悉的人的时候，甚至于这个人上次你有提到，觉得好像那感觉好像那个人就像父亲般的关爱，但是你后来长大以后恼怒了是
他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是伤害你的行为，为什么还要做？但是我们因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很难去生气那个人，因为他当时喜欢我们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有一个人喜欢我，尤其在那个年纪，所以他很难自洽的时候，他就会去说我是不对的，我是不够好的，我可能让他做了一些对我不好的事情，是我的错。会这样想。可能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其实去真正的告诉你，你是没有错的。你看，你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多是跟性器官是相关的。你看，这里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人就是只有眼睛，所以有很多被凝视的感觉。然后他也是有点像这个性的器官，把你给困住了。就像上次有幅画，就前面的东西都是黑白的，都是看上去不愉快的，但最后全部爆裂，像烟花一样的，它反而却是挺美丽的，彩色的。就是你想好的力量，你想往前面的力量，其实是蛮打动人的。就像刚刚你做那幅斩断手的画一样，就是我们可以有很愤怒的情绪，但实际上我们以前都习惯就是把这个愤怒和攻击给自己。我们整个长大的过程，我们就把它分清楚，我们没做错的事情，或者是别人伤害我们的事情，那这个错误我们不轻易的去担。你再去看他整个家庭的情况、成长的这个情况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没有支持，他是感觉不到安全，也感觉不到被爱的。所以为什么他会没有意识到那个风险，就是因为那个老师是当时给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的那种比较安全的、被看到的那种情感在里面。那对于阿瑞来讲，他可能爸爸妈妈的方式以及他受到的创伤的这种经历呢，让他其实在被爱或者被支持和信任的这个系统里，他其实还没有完全很好的建立，能够除了跟小植物、小动物这种信任之外，他也能够很安全的去建立。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一段路要去走的，不会做其他的妈妈会做的事情，就是牵手啊，或者是对我笑这种都很少。除了成绩也不会关心别的东西。然后我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他会用那种很脏的话骂我。我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就是反抗过一次。反正你这个面线留住做得到吗？就像你这本书现在是翻到21页，这本书可能有100页，那你前面那么多苦，你后面会发生什么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。你终止在21页，那就苦在21页。真正的创伤是来源于关系，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爱我，到底有没有人心疼我，我是不是值得被爱，价值到底在哪里？抑郁焦虑的那个病因就是很复杂的，这些病因不仅仅就是生物学上这个抑郁和焦虑，它可能就是涉及到它背后有一些创伤，有一些养育的问题，和有一些可能一些生活事件没有被及时的解决。我觉得看病和看医生不是一个坏事，就是他生病了，其实他也是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是来重新让他加油啊，修一些零部件啊，就是以后更好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嘛。对。
枫香树的种子，这是漆树类的种子。初夏的时候，那个香樟树开那种很小很小的花，然后一场暴雨下来，会把那个香樟树花的香气散到空气里面。哎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它的枝是红色的。菠萝蜜，哎，它要结小菠萝蜜了。有鸟叫的声音很好听，过声。各种各样的花，叶子被光照着透过来，那个纹路，我都喜欢。这些植物以无论什么形态出现，我都会很喜欢，很喜欢。理想中自己的生活就是种一片地，然后每天看看书，看看电影，学习。Hello。哎，对。抱一下，要让他回自己的家了。可以喝水。对，还要回自己的家了。喝水。我觉得自己很矛盾，因为我又讨厌自己，但是我又觉得我并不羞于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。可能我确实觉得自己有黑暗的一面，有不好的一面，但是就是真实的我。我并不害怕让别人看到真实的我。就比如说，他会说我会很喜欢这些植物，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，我都很喜欢。实际上，你就会觉得，其实他是在表达他的心声，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，不管我们的孩子用什么样的形式出现，他有这个缺点或者那个缺点，我都是爱你的，我都是无条件的爱你的。我们本身就是希望被这样比较宽容的对待。我们父母有些时候就会很焦虑，如果我太宽容或者太不给他约束，他是不是会长坏掉？所以我一定要前面要很严格、很严厉。实际上不是的，你只有给足这种温暖的对待的以后，你再给他一些引导和教育的时候，这个关系才不会被伤害到。就是不要着急去说教。我们父母太焦虑的时候，就很喜欢说教。有些时候，你就有时候送个几字箴言，你就孩子一开口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的嘴闭紧，闭紧，闭紧，练习这个。我觉得特别管用。对对对。到目前，地震造成死亡28300人，受伤188000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守护世界就是守护自己。哔哩哔哩公益。